大家好，我是刘荷花，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终于完结撒花了，大家有没有看第5季呢？这部剧最受人瞩目的一点就是麦瑟尔夫人的衣橱，完美展现了50年代的时尚经典。虽然我错过了前几季的风头，但我还是希望能以这个主题做一个系列，利用我收集的复古纸样来复刻麦瑟尔夫人的经典衣橱。这部剧的前几季已经诞生了无数的经典小裙子了。第1季登台即惊艳的小黑裙，还有红橙黄绿青蓝紫及其彩虹色的裙子。麦瑟尔夫人的衣橱简直是所有女孩子的梦想，而且她对衣服的执着程度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那今天我要做的这套衣服出现在第5季的第2集，麦瑟尔夫人的新工作第1天穿的衣服。麦瑟尔夫人对上班第1天的衣服犹豫不决，因为这是她第1份坐着的工作，要穿能坐着的裙子。那我觉得这里编剧真的太懂女生了，我们确实会在这种问题上纠结。那衣服穿出去是要坐还是要站？坐下去会不会走光、显小肚子什么的？经纪人 Suzy 在快要被折磨疯后，2秒钟给她搭配好了这一套。那这套搭配包括一顶红色的海军帽、红色的圆领小夹克，带红色的格纹圆形裙，以及其他红色的配饰。这一套真的超级可爱。那之前的视频介绍过，我在 Estate Sale 上淘到了2大箱的30到50年代的纸样，那我就从这里翻翻看，看有没有能用的纸样。居然真的被我找到了这个外套，而且它的尺寸是14号，应该和我的尺寸差不多。因为这种纸样它是杂志邮购的纸样，所以呢，它这里面还带着当时订购的时候的那个信封，非常的古老。那这个就是纸样啦，我们先把它打开，然后它这边就写着做这个夹克需要的是10号到15号的这些。因为这些纸张比较的脆弱，所以我想还是会把它们拓印在一张牛皮纸上，这样以后还可以重复使用。裙子的纸样我沿用了之前做过的一条圆形裙，那来自一位专门做复古缝纫教学和纸样的博主 Gertie。那这个纸样是免费的，我把链接和教程都放在评论区，是英文的。帽子的纸样也是我在网上搜的免费的纸样，还参考了另外的一个油管教程，那链接我也都放在评论区。选好了纸样，我们就一起去买布吧。天哪，我好像看见了那块布，这个真的已经非常像了，而且这个布它是这种加绒的布，有一定的厚度，就它了。那找能够配这条裙子的上衣的布料还是挺难找的，那我最后呢是选了这样一个灯芯绒的一个布料，因为它有一些厚度嘛，然后也稍微硬一点，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没有办法和这个红色完全的 match， 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完美的情况，就只能选这个了。我以前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自己做衣服比买的衣服更省钱。那如果你抱着这样的目的学缝纫，可能要失望了，除非你使用的是2手布料或改造旧衣服，因为布料真的很贵。我买的这些布料花了我70多刀，那还没有算上接下来2周的人工费。特别是当你的技术水平还不够高，那自己缝制的衣服不一定能够做到完美合身，可能效果还不如买来的效果好。这都是我自学缝纫下来的肺腑之言。那我为什么还要自己缝衣服呢？因为这些复古款式的衣服在今天的商场买不到，而且自己缝可以用质量好的天然布料，衣服做好了之后的成就感真的超级满足。裁好了布片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扣眼。那这种带滚边的扣眼在复古外套中很常见。我先用了一块边角料来做练习。那先裁一块小小的布，覆盖在扣眼的正面的位置。
环绕扣眼缝一个小长方形，然后用剪刀把中间剪开，到两端的时候剪成 Y 字形。然后我们把那块布从扣眼中翻到背面。那接下来用手推这块布，让它形成一个里面的这个开口，然后用手缝固定。固定好之后，用熨斗压平整。我的第一个滚边扣眼就做好了。熟能生巧，当我做到衣服上的第3个扣眼的时候，看起来已经比第1个好多了。那这个夹克的版型非常的贴合身材，秘诀就是公主缝 （Princess Seam）。公主缝就是这样一道从腋下穿过胸围向下延展的线条，凸显女性沙漏型的身材。那缝公主缝有一个诀窍，在衣服前片的那个缝线余量里，每隔1.5厘米剪一个豁口。那这样这个边就可以弯曲成你想要的任何形状，就可以和侧片的弧度完美的缝合在一起了。那为了辅助熨斗烫平，我们把另一侧的余量也剪开，剪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小三角形。我从网上学来的方法是向内弯的弧度剪成豁口，那向外弯的弧度就剪成小三角形。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方法在缝合弧线的时候很好用。那烫平之后，它就变成了立体的，非常的贴合胸部这里的弧线。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缝好另一边的公主缝，然后就可以缝背面了。我很喜欢这个纸样袖子这里的设计，那它的袖子和躯干是连在一起的。那虽然和麦瑟尔夫人穿的夹克略有不同，但是这个设计做起来更简单，只要把前面和背面缝合在一起，袖子就有了。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到这个阶段为止的效果，就是这样。那它这个面料比我想象的要硬，不知道之后用水洗一下会不会变软一些。然后它这两边的 Princess Seam 就是比较贴合我这边身材的这个线条。我给大家看一下后面。那我觉得它的这个大小挺合适的。那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下领子，然后要把里边这一侧的这个地方缝上一个内衬。其实这件夹克失误的地方还挺多的，因为我做的时候太心急了，就想着要赶紧更新视频。那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领子，本来只需要在外片这边熨上一层那个加固的衬布，结果呢，我不小心连内外两片都加了，中途发现了之后也没拆了重做，就觉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结果就是现在这个领子硬的像纸壳板一样。还有就是锁边也没处理好，因为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加一层内衬，把这些接缝都包裹在里面。中途就觉得时间不够了，然后就决定算了。结果锁边处理的就很粗糙，夹克穿脱之后就开始掉那些小绒毛，之后还是得加一层内衬。我觉得缝纫最大的忌讳就是心急，要做质量好的衣服，一定要冷静下来，一针一线都要做到完美。有时候快就是慢，慢就是快。那最后把袖口和下摆的边缘用手缝上，前襟的衬布也固定好，别忘了给衬布上也开上这个扣眼，使扣子能够穿过去。最后再缝上纽扣，上衣夹克就做好了。做上衣的余料，再来做一顶配套的帽子。那麦瑟尔夫人的帽子其实是一顶海军帽。这部剧的服装设计师 Donna Zawadzki 曾在采访中说，红色对于麦瑟尔夫人来说是能给予她力量的颜色，而海军帽也象征着新的冒险之旅。
在当时那个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环境当中，麦瑟尔夫人需要一身既有童趣又有冒险精神的装扮，来帮助她突破职场的玻璃天花板。然后就是裙子的部分。那所谓圆形裙，就是整个裙子展开后呈360度的圆形，用的布料多，当然效果也好，特别是转圈的时候会有很飘逸的感觉。那可以看到麦瑟尔夫人的裙子左右两边的格纹是往中间朝下的，所以在剪裁布料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这个纸样摆放的方向。那做裙子时，我吸取了做夹克的教训，没有着急，那每一步都尽量做到最好。我没有专门的烤边机，就用缝纫机上的那个之字形针法锁边。也很耐心的给裙子加了2个宽敞的兜，上了一个覆盖式的拉链，那还有宽腰带。我在这条裙子上花最多心思的地方就是处理这个裙摆。我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用 bias binding 斜裁边带。圆形裙收边的一个难点就是最外面的那个一圈的周长比里面的那圈周长大，所以当你试图往内收边的时候，总有一些多余的面料无处安放，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收一个很小的边。那但是当你想要收一个比较深的边的时候呢，斜裁边带就可以将这些多余的面料收进去。然后再用缝纫机上的那个盲缝针法缝在裙摆上，这样缝出来里面的效果就是这样的，而外面几乎看不出线的痕迹，整个下摆就非常的平整好看。圆形裙的裙摆真的太长了，在缝到地老天荒之后，我终于完成啦。March winds and April showers make way for sweet May flowers, and then comes June, a moon and you. March winds and April showers, romance will soon be ours, an outdoor paradise for two. With your lips to mine, in a thrill divine, I'll be so inspired.That I'll get you the moon for a toy balloon. Whoa, March winds and April showers make way for happy hours and May time, June time, love time and you. 我真的太喜欢这套衣服了，这套算是我收到最多赞美的一套衣服。昨天穿出去拍照的时候，有好几个开车路过的人对我喊说喜欢我的衣服，心里美滋滋的。我的复古纸样收藏也再次给了我惊喜。那我想把复刻麦瑟尔夫人的衣橱做成一个系列，因为它真的有太多好看的经典的裙子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看这样的主题呢？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吧。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是刘荷花，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我们下期见。